乌军反攻克里米亚，海王星重创塞瓦斯托波尔。乌军击毁俄军 S-400 舰实防空系统，重创俄军155旅，收复库尔斯克失地。俄军人肉诱饵战术，大量囚犯冲上战场，激战红军村，俄军当天伤亡超300人。乌军空袭赫尔松俄方指挥阵地，击退俄军登岛站。拜登援乌最后的大礼包，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突袭完俄本土后，乌克兰迅速将目标转向了克里米亚。据诺尔报告报道，1月17日，乌军向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发起进攻，其率先利用无人机群吸引俄军防空系统火力，随后用海王星导弹重点袭击了当地俄军的港口。随后，塞瓦斯托波尔上空传来巨响，并持续了数个小时。另据当地居民表示，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海上区域也发生了类似的爆炸。据悉，这是自2025年以来乌军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的第3轮攻击。之前乌军甚至还动用了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攻击克里米亚的关键港口。乌军在去年就频繁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给俄军的物资运输造成重大影响。如今他几乎和克什大桥一起成为乌军空袭克里米亚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据 ASTRA 报道，沃罗涅日利斯基石油库初步的损失报告已经出来了。在受损的3个油管中，其中一个是超过1万立方米的柴油罐，另外2个是5000立方米的汽油罐，总燃烧面积超过了1000平方米。沃罗涅日当地曾出动了数十台消防设备参与救援，但一直没有扑灭大火，预计该油库的损失相当不小。此外，据 RBC 新闻报道，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图拉州乌兹洛瓦亚地区的一座石油库。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该设施接连响起了爆炸声，随后燃起大火。综合乌军此前针对俄军事设施的袭击行动，预计目前俄罗斯国内的火灾可能不止一处。前线方向，俄军正采用人肉诱饵战术，试图向乌军阵地发动袭击。库尔斯克方向，据乌克兰阵地报报道，乌军第36独立海军陆战旅在泽莱尼、什利亚赫附近成功击退了俄军进攻。行动中，该旅清除了3名俄军士兵，并摧毁了2辆 BMD-2 步兵战车、1辆 BMB-4 和1辆最新的 IKU SHKA 装甲运兵车。此外，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在乌斯佩诺夫卡的东部发动突袭，攻向了俄军的防区。此地背靠乌俄边境，长期以来乌俄两军都在这块区域展开激战，俄军也曾一度朝该地推进，但现在乌军成功发动反击，并收复了部分阵地，稳固了乌军在该地区的防线。行动中，乌军还打掉了多辆俄军车队，重挫了其后勤运输效能。不过俄军尚未正式回应此事，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确认。当然，俄军也对库尔斯克地区的其他乌军阵地进行了反扑，例如在斯普特地区，俄军派出了155旅的特种部队，试图袭击乌克兰第41旅的控制区。不过这一行动被乌军率先发觉，双方随即在阵地前沿爆发了激烈战事，最终乌军成功将对手击退。此战过后，有分析人士认为，俄军155海军陆战旅可能也和810旅一样，已被乌军重创。在库尔斯克别尔格罗德附近，乌军再度击毁俄军一套 S-400系统。在库尔斯克深处，乌军第47旅还使用无人机发现俄军的舰实防空系统，随即就将该系统的位置信息发送给了后方的炮兵部队。接着，乌军就向此处的俄军据点发射了海马斯火箭炮，在精准打击俄军的同时，还成功摧毁了这套舰实防空系统。别尔格罗德方向，据乌总参报告显示，乌军向俄军第568防空导弹团阵地 S-400防空系统的 92N6 雷达站和俄罗斯第336无线电技术团的一个无线电工程营地进行了精确武器打击，成功摧毁了当地的防空系统。哈尔科夫方向，俄军第136摩托化步枪旅向沃夫昌斯克附近发动了地面攻击，乌军随即反打，并击退了俄军3次进攻。此外，据乌军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瓦迪姆·米斯尼克上校表示，由于俄军战备短缺，暂时改变了北部地区的无人机战术，现在主要使用可重复利用的无人机，而不再是一次性的 FPV 向乌军阵地投掷炸药。利曼方向，据乌军透露，当地俄军正在采用人肉诱饵战术，即由2名俄军士兵为一组，其中1名俄军在前方开路，引诱乌军攻击，剩余1名俄军则趁机寻找乌军的开火阵地，可能是在为后续的进攻做准备。不过截止目前，俄军这种战术不仅收效甚微，在兵力方面也接连出现损失。但俄军似乎想要长期采用这种战术，已向该地区转移了大量囚犯。在新招募入伍后，这些囚犯将担任后续的诱饵士兵。顿涅茨克、西维尔斯克方向，俄军正在使用装甲车和摩托车将士兵运送到前线，似乎是要在该地发动步兵突击。
不过俄军的装甲车在乌军阵地前沿碰到了反坦克地雷，随即被击毁。至于摩托车冲锋队，则因为当地泥泞的土地而大获身陷。乌军随即利用无人机进行打击，挫败了俄军攻势。恰索菲尔方向，截止目前，乌俄双方已在当地的奈火材料厂附近激战了2个多月。其中，俄军第217和第331空降团多次向乌军阵地发起进攻，而乌军则在恰索菲尔以南的顿涅茨顿巴斯运河附近发起了反击。红军村方向，该地仍是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俄军向该地区增援了新的战斗团，分别为第67步兵团和第87炮兵团。此外，俄军中央军区主力第1军团第2合成军为攻击力量，向乌军阵地进行了猛攻，而乌军则以当地矿场中的第1号矿井和第2号矿井为核心阵地，正在积极进行防御战。其中，乌军第25空投旅、第142机步旅、第41列兵旅、第68机步旅还向俄军发起了阻击战。据乌军透露，俄军一天至少伤亡300多人。扎波罗热沃斯里夫卡方向，乌军对当地俄军据点发动了导弹突袭，成功命中并引发火灾。根据流传出来的现场画面显示，该驻地多栋建筑物受损，不少装备都无法再用。乌南战场尼古拉耶夫州辛帕利夫卡方向，乌军第79空降突击旅在俄军阵地的防空洞中俘虏了7名俄军士兵。赫尔松方向，据 RBC 新闻报道，俄军在第聂伯河一带发动突袭，试图抢登附近的岛屿。随即，乌军第40海防旅投入战斗，先向俄军发射了 FPV 无人机和常规火炮，打退了其第一波攻势。接着，乌军启动了海马斯系统，朝俄军指挥阵地使用了集束弹药。随后，俄军阵地传出一系列爆炸声，浓烟弥漫在第聂伯河上空，致使俄军被迫放弃了登岛战。从去年10月开始，俄军就朝赫尔松增兵，不过却没有展开大范围的进攻，这与俄军在此地部署的兵力并不相配，因此引起了乌军注意。于是，从去年12月开始，乌军开始先发制人，针对赫尔松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近10次空袭，接连重挫了俄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俄军虽然也曾发动局部攻势，但始终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行动，一般都是如上述行动，在第聂伯河发起类似的登陆战，企图偷袭乌军的岛屿。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欧洲国家正计划向乌克兰派兵，目前已列出了3大方案。其直接在乌俄前线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包括派出航空兵和装甲纵队。如果俄军再次向乌克兰发动进攻，这些部队将迅速投入战斗，这也就意味着战争将全面升级，毕竟这些部队隶属于北约国家。其二，派遣部队确保基辅安全，这样乌军就会有足够的精力来专心应对乌俄前线的战斗，而无需担心后方防御。其三，在乌克兰西部部署大量防空系统，同时英国将派遣专业人员在此地训练乌军。目前来看，第3种方案应该是最为现实的，也可视为欧洲国家正式派兵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前2种方案也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更何况英国派到乌克兰的训练教官将会以何种程度参与战争也不好说，并不排除他们直接上战场的可能性。此外，德国内阁还发布了一项新指令，允许部队击落在重要军事设施附近的可疑无人机。先前，欧洲各国经常发生各种破坏行动，矛头直指俄罗斯。如今，随着德国此项授权，这也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将不再容忍俄罗斯的此类行为。美国方面，据拜登政府透露，该国率先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计划提供了资金、情报共享和技术支持等各项援助。例如，在2023年9月，向乌克兰拨款了15亿美元，去年秋天又拨款了8亿美元，用于乌军无人机的零件和制造支援。正是由于美国的支持，才得以让乌克兰使用无人机，成功延缓了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并摧毁了25%的黑海舰队。此外，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拜登政府还开启了另一项援乌措施。根据美国财政部宣言，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在本轮制裁中，大约100家俄罗斯最重要的金融、能源和军工实体被纳入制裁名单，包括俄罗斯战术导弹公司、莫斯科交易所等。同时，还有约250个人也被纳入了制裁名单。而且，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即便特朗普正式上任后，想要从制裁名单中删除任何实体和个人，美国国会也需要在30天内考虑这一决定。如果国会最终否决，那么美国政府就不能取消相关制裁。另一方面，在如今斯洛伐克国内，其他党派已提交了一份关于总理菲科的不信任动议案。如果该议案通过，菲科可能会因此而辞职。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又开始呼吁欧盟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并表示在1月20日后，美国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Hello， 大家好。前几期我们讲了 War Thunder 风暴来袭版本中的空中载具，今天我们务必来聊一下美军最具争议的 RDF-LT 轻型坦克。随着前几个版本 HSVTL 的持续 buff 增强， BVVD 在12月19日确定为其中装填速度增加至 1.0 秒。
RDF-LT 轻型坦克也享受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待遇，其装填速度提升至 0.8 秒，但是 11.7 的权重，并且购入需要540 CNY 的价格，乃至版本最贵，因此被广大玩家荣封为金色电视、氪金电视。我们进游戏看看 ，RDF-LT 是为执行侦察任务而设计的美军轻型坦克。由于重量较轻且发动机动力强劲，故而其能够在战场上快速机动。RDF-LT 配备有一门75毫米 XM274 机炮和一挺同轴 7.62 毫米机枪，主要弹药包括 XM885 APFSDS 弹以及带近程引信的高爆弹。该型坦克主炮装填时间仅 0.85 秒，同时还配备了激光测距仪和热成像设备，可供炮手与车长使用。对，您没听错，这家伙可以发射 VT 引信高爆弹。旁边意大利的奥拓选手估计已经想砸车卖铁退出群聊了吧？基本装甲 RDF-LT 与 HSVT+L 没什么特别的差别。非要说的话 ，RDF-LT 手下的等效会稍微好一点，以及头顶违章建筑少一些，可以少吸一点炮弹。面对主战坦克的正面，还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尤其 T90 这样的正脸，只能想办法锁炮栓。但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要对方给5秒的机会 ，RDF-LT 就能创造6次机会。谁叫咱 0.8 秒一炮呢？我们进入游戏演示一下吧。有人说这个坦克不配 11.7 的权重，也有人说这坦克强的不得了。我觉得吧 ，War Thunder 本来就是一个技术过于硬核的游戏，载具厉害与否，只看在什么 LEVE 玩家手中了。也许某些俄联邦轮椅载具确实挺遭人烦的，但是遇到高手还不是一样的孱弱不堪。OK，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观看更多战争游戏更新资讯，请订阅我的频道。如今的俄乌战争，除了脚下不易行动的泥地外，由于黑夜多于白昼，因此也让夜视装备成为俄乌双方对决的关键。据乌克兰国防快讯报道，乌克兰特种部队现已经用上了美军现役的 ENVGB 增强型双筒夜视仪。报道称，该夜视仪有 AN/PSQ-42 和 AN/PSQ-44 两种型号。乌克兰特种部队用的就是其中的 AN/PSQ-42 星光夜视镜。该型号采用白磷光放管，提供单边高分辨率影像，同时结合热显像仪，能提供白、黑、轮廓等多模式成像，在沙尘、烟雾、低能见度环境下，也具备细物特征的识别能力。此外，该系统还能运用内建的网络科技战士系统上，从而提升作战小组的整体作战效率。而且，如果单独使用夜视仪，电池续航时间可达40小时，完美满足作战需求。当然 ，ENVGB 在美国陆军内也是必不可少的单兵装备之一。其在2018年获美国陆军青睐后，2019年就配备给了美陆军第1步兵师第2旅级战斗队接受测试，是美军一线部队的现役装备。经过5年的小批量生产，至2024年4月时，生产数量已经超过13000具同型装备，同时获美国国防部准许全速量产，加速美国陆军部队的换装进程。据美国陆军单兵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描述 ，ENVGB 除适用于现役的 M4 卡宾枪外，也能与未来换装的下一代搬运武器整合视觉扩增系统兼容，提供更先进的战情整合。而除了 ENVGB 夜视仪外，美军士兵是有一整套联合目标指示系统的，其内包含摄像机、激光指示器、垂直侧角仪模块，以及一系列用来测量地球自转和曲率相关数据的陀螺仪。其中的激光指示器还能同陆军的精确制导套件配合使用，如155毫米激光制导炮弹等。据悉，整套联合目标指示系统重约9公斤，电池续航时间为72小时。如美军第75游骑兵团和第82空降师的2个旅都已全部换装，而下一代的联合目标指示系统2目前也正在研制。与当前版本相比，整套系统重量将至少减轻900克，内置的导航系统也将更换为 GPS 接收机，预计将在2027年开始服役。
据瑞典晚报报道，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宣布将派遣3艘军舰与1架 ASC-890 型预警机前往波罗的海部署，协助监测俄罗斯影子舰队。这是瑞典加入北约后首次派兵协助北约加强防御能力。此外，瑞典海岸防卫队也将动员4艘船艇协助海岸巡逻，另有7艘监测船待命救援。综合《纽约时报》任务与目的报道，在加州山火期间，塔斯汀的美国陆军预备役仓库失窃。塔斯汀警察局调查后表示，窃案发生在1月8日晚上8点至11点30分左右，人数不明的窃贼团伙闯入美陆军预备役中心的仓库，他们撬开了几个橱柜，搬走了40个双筒望远镜、8个机枪车载支架、7个机枪三脚架以及大量医疗设备。虽然该团伙没有拿走任何枪支，但却拿走了18把刺刀。最后，他们把这些装备搬进3辆悍马车内，驾驶着逃走了。由于该仓库周围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警方没有找到关于窃贼的具体信息。加上该预备役中心位于穿过加州橘郡的2条主要高速公路之间，目前还不清楚盗贼是带着汽车逃离该县，还是留在了当地。加州警方通报称，调查人员目前正在向公众寻求线索。此外，报道还提到，这并非加州首次发生类似事件。过去几年中，加州的美军军事基地曾多次发生悍马车盗窃案，如2020年加州阿普兰的一个陆军预备役中心，有人试图偷窃一辆悍马车，但很快就被逮捕。2021年，有人从加州贝尔市的加州国民警卫队偷了一辆悍马，并躲了3天。到了2023年7月4日，有人从圣罗莎国民警卫队军械库偷走了一辆加长悍马车，直到几个月后，这辆车才被找回来。美国总统拜登近期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未来2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将以2位前总统克林顿与小布什命名，其将在不久后开始建造。根据美国海军官网，福特级航母是美国海军最新锐航母，满载排水量达10万吨的。目前已建造完成的2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均以美国前总统命名，其中首舰福特号航母于2013年下水，2017年服役，以前总统福特命名。第2艘肯尼迪号航母于2019年下水，目前处于服役前准备阶段，以前总统肯尼迪命名。此外，还有2艘福特级核动力航舰正在建造中，一艘是企业号，预计于今年下水，并于2028年正式服役，届时将取代服役超50年的艾森豪维尔号航母。另一艘是米勒号，以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的海军英雄米勒命名，预计于2026年开始建造，并于2029年下水，到2032年正式服役，届时将取代卡尔文森号航母。战区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报道称，英国陆军已经发布了新轻型机动车辆的采购信息需求，并同时开启了现役最后一批4x4路虎和老旧6x6平次高尔卡车的退役计划。报道称，英国军方计划在2030年以前将这2款老爷车全数淘汰，但目前尚不清楚英国国防部打算购买多少辆新轻型机动车进行取代。不过，根据英国2022年的统计，英国陆军总共有7837辆路虎和平次高尔卡车，因此新车的数量应该不会低于5000辆。另外，英国军方近年来希望简化其车队的多样性，以提高装备的互通性和降低后勤维修难度。因此，有消息称，英国打算将现役防护巡逻车和轻型多用途车辆的类型数量从当前使用的10几种减少到3种，且根据要求，这3辆新车分别为重量小于20吨的中型防护机动车辆、重量小于10吨的轻型防护机动车辆以及上述重量小于3吨的轻型机动车辆。综上所述，英国陆军新的轻型机动车辆将是一款现成的通用平台，以确保经过验证可以快速投入使用，而无需对其开发进行大量投资。该计划与英国当年引进成熟的路虎车十分相似。据悉，英国陆军是从1949年起向 Rover 公司采购路虎越野车的。最初采用的系列1并不能满足英军的长远需求，因此后续大量采购了车体更长的系列2与系列3。以及 Wolf 款式，这些车辆被英国陆军大幅改造成救护车，或是安装武器，成为武装巡逻车。后来又加强了通讯及悬吊动力等功能，成为了英国陆军轻型战斗巡逻车的骨干。而系列2、系列3以及 Wolf 也同时生产有大量的民用皮卡及4门越野车版本，因此成为了大众熟知的英国豪华越野休旅品牌。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军的人肉诱饵战术能否奏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